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退役空军将领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的席话呢，已经是整个闹僵了吗？现在呢，日本也将要去派这个高级的外交官赴华来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好，这个是 NHK 的报道，就是因为中国在加大力度回应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的台湾言论之后呢，现在日本发现事态严重了，赶快派一个高级外交官去前往中国来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而现在呢，这个日本外务省高官一抵达北京了之后呢，他的态度也非常的谨慎哦。面对这个媒体的提问呢，是一言不发的，非常的小心。而现在这个日本的自民党也透露了说呢，高市早苗正在反省其中涉台的言论，今后应该不会有类似的发言了。而现在这个微博热搜第一名的条文是什么呢？是日媒称中方的措施超过了日本的预期，甚至共同社还称现在正处于一个分岔路口，担忧若局势进一步陷入僵局的话，有可能受到经济反制。而目前这个中国已经对日本做出了什么反制呢？包含了这个黄海的实弹军演，还有留学预警，以及巡航钓鱼台，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游客赴日的这个警告，好，到目前呢是非常的这个越来越严重了。而现在呢，这个就怕陆客不来哇塞，日本的旅游零售业的这个股票呢是集体的雪崩暴跌喽。我们来看到这像是资生堂的股价呢是一度暴跌了11%，为4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唐吉诃德的股价呢也一度重挫了8.9%，是2024年8月以来的一个最大跌幅哦。那另外还有三丽鸥的股价也是大跌了8.8%。Uniqlo 下跌了6.9%。好，不只是如此，说这个陆客不给你去了，包含呢这个中国现在也舆论掀起了一股就是琉球地位未定论，来反制你们日本提的台湾有事。好，这个是这个微信的公众号说的说冲绳呢被中美法荷甚至日本都承认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为琉球。如果日本执意要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也就是台湾问题的话，那中国就有权依据国际法提出琉球地位的问题。那么这个观察者也说了，说如果这个反制日本的话，大陆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召回驻日大使。哇，这个是一个外交上面非常严重的一个动作哦。而另外呢，这个大陆的学者高志凯也说呢，应该要去孤立高市早苗。如果日本挑衅的话，那么新仇旧恨一起算。我建议向日本来禁止出口稀土，甚至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和农产，还要取消护照的免签待遇。不过我们来看到日本国内是怎么看的呢？现在最新民调出炉喽，是赞成这个高市早苗的言论的话呢，其实是有48.8% 的，而反对呢则是44.2%，其实呈现这个一半一半两极化的一个结果哈。不过呢，现在中日打得很火热啦，结果美国还在这边添柴火吗？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国的驻日本大使他酸爆中方，还说谢谢你们去强化这个日美同盟。他说呢，仿佛提早迎来了圣诞节，仅向驻日中国大使还有驻大阪总理等等的致上感谢感谢两位进一步瞎化了这个美日同盟所付出的努力。甚至呢，这个驻美大使他还在喊话说呢，美日与 G7 的理念一致，将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和台海和平。还说中方近期的言论呢，暴露了本性。哇！但是呢，川普本人是怎么样呢？川普本人是没有直接回应高市早苗的事件的。而至于南韩呢，他的态度也很妙他还不断的好像选了大陆这一边因为怎么样？这个南韩总统呢，他是将这个东北亚三国的官方的表述顺序一向都是为韩中日，现在变成呢把中国的位置放在日本前面了。以前都是韩日中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南韩呢是非常看重自己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的。而至于这个高市早苗他点起的战火，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先来请教郭正亮亮哥。我觉得这个很难解了，他目前派的亚洲局长那个级别太低了啦。这个他去能干嘛？
它能够代表做战略上的调整吗？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提出来的诉求是要求高市早苗正式撤回言论啊，这个局长怎么可能帮他做决策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啦。我甚至怀疑啊，是不是日本不愿意派更高级别的人，或者是中国不接受你派更高级别的人，不管哪一个都非常严重啊。那我认为中国大陆甚至有可能有一种看法，就是高市早苗如果不正式撤回，那就搞到他下台为止。因为对中国来讲，这没什么啊。那日本首相做几个月下台也不是没有过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一直不愿意修正啊，因为比如说那个政调会会长、代理会长啊，在那边说，哎呀，高市很后悔啊，干嘛？你讲这个都没有用啊，因为你那个言论是在国会被询的时候的询答，所以他已经成为国会记录，所以中国大陆要的就是非常简单。你要另外留一个记录，表示你撤回，所以那个不算啊。因为日本右翼搞政治向来都这样嘛，我道歉了，对不起啦。那你如果这样就算了，那他就赢了。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想了啊。所以中国大陆，我认为这一次不会让的啦。那只是说他升温升级的步骤，什么时候会碰到军事啊？我讲白了啦啊。那像高志凯讲那个都是经贸的，你认为你经贸就可以逼高市早苗后退啊？我跟你讲，你太天真了啦！高市早苗，你刚刚讲那个民调哈，那个是针对这个言论的民调，那是48.8比44.2，可是你如果是问高市早苗个人的民调，高市早苗现在的民调是69哎。他本来是62啊，现在上升到69，他怎么可能退？我认为不可能啊，所以中国大陆只能继续升温啊。那为什么川普不讲话？川普认为时间还没到啊，就是你一定要高到几乎快要开战了，他才出来讲话啊，那不是又捞到一个便宜啊？所以我认为川普是在等时间。那因为中美毕竟还是有战略对话嘛，那中国大陆最后一定会认为他要再升级的时候，就会跟美国说，那你到底要怎样啊？因为这个事实上薛健早就讲过了啦，那个中国驻日本的总领事啊，他说日本在火中取栗啊，那个因为他认为他背后有人啊，然后他就说。那个背后那个人，请你出来处理啊！那摆明就是美国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迅速升高到军事阶段，比如说钓鱼岛海警船绕一绕，那个还都是过去的动作啦，3艘军舰经过大隅海峡，那个也都是寻常动作啦，它还没有到真正有力量的军事动作，还没有啦，所以。估计短期内应该还是经贸啦，那会慢慢升温啦，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最新的说法是，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了，就是李强没有要在 G7 的会上面去见这个日方的，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哦。对，我觉得就是要，我说真的啦，我觉得高市早苗如果不正式撤回，那中国就是搞到美国出面为止了。我认为目前的样子是这样啊。那中国大陆这个是有理有据的啊，你凭什么说生存危机，所以你就要出兵啊？这是什么逻辑啊？那朝鲜半岛你为什么不出兵？朝鲜半岛北韩那个他延坪岛他还射过飞弹呢，那日本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影响我的生存危机，所以我要出兵？为什么特别针对台湾？所以中国大陆根本认为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已，也是历史问题。就是918满洲事件，你的理由就是生存危机啊，卢沟桥也是啊，偷袭珍珠港也是啊。所以你日本讲生存危机，就是军国主义复活嘛，不然你为什么不讲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事实上比台湾还要紧张啊，那离你更近啊，你不是应该说啊，这个是纯意事态的危机，所以我不排除集体自卫权，你为什么不讲？所以我认为没有用啊，就是要收回啦，不然一定没完没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徐和清老师。是，现在高市的这个做法，基本上他是把事情从一开始在国会答询的一个口头答询的失误，慢慢的导向成一个中日可能要提前摊牌的一个战略的误判。这其实呢，刚刚讲到啊，就是说日本其实一开始想恢复这个首脑层级的对话，那现在主持人也说了，李强已经拒绝在即将上演的这个巴西 G20上面跟高市早苗会面。那事实上啊，其实大陆原本对高市早苗是摆出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姿态。其实，在2个礼拜前的这个韩国 APEC 上，习近平愿意见高市早苗一面，我自己还觉得蛮讶异的。因为如果摊开高市的整个从政履历来看，不可讳言啊，他确实是自奉为安倍的传人之外呢，他其实还采取了一个其实比安倍更加激进的极右翼的一些立场。包括他曾经说过日本的这个2次大战，也特别是侵华战争当中呢，是有这个自我战争、自我防御的这个性质，是一场自卫战争。这完全是这个采取昭和天皇在开战时的诏书的这个立场。那他曾经在过去8次的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有好几次是他在担任这个日本的内阁大臣的期间，以官职来参拜。那他也曾经抨击过，大家现在也把这个录像带调出来，199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日本向被侵略国家跟被殖民国家的道歉的一个村山讲话。那个时候呢，高市作为国会议员，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就出来抨击村山说：“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这些战后世代的人来向亚洲邻国道歉呢？”所以种种的行迹呢，我认为习一开始愿意在韩国的 APEC 见他，其实摆出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姿态，也想观察一下高市呢，你的身份地位从原本一个自民党内的比较极右翼的一个孤鸟变成一跃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你会不会有所调整？会不会更慎重的来处理你现在担负的这个责任？但很可惜啊，这个过了2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应该对高市可以说是只能放弃幻想然后准备来进行斗争。那其实按照原本中国大陆的区域战略来说在原本石破茂这是一位相对比较知华派，或者说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态度比较和缓的首相在任的时候，其实大陆是想趁着这个机会，趁着韩国的李在明当上了总统，那李在明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韩国所谓左翼的或者说进步派的领导人，那大陆是想趁着美国对日韩进行非常严厉的关税还有投资的施压的时候呢，趁机来把这个日韩的关系跟中国大陆拉得近一点。所以我们看到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中日韩3国央行行长在美国开 IMF 的秋季年会的时候，3国行长还聚在一起谈了一下3国是不是能够推动3国间的货币本币互换的可能性。相对的来说呢，就是美元的地位在我们东北亚能够被稍微削弱一点点。那甚至也一直有这个声浪，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恢复从2019年就因为日韩贸易战而停摆的这个中日韩3边自贸区的这个谈判，使中日韩成为一个更紧密的一个经贸的共同体。结果这个石破茂提前下台，高市一上台，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存亡事态的这个口语风波那很可能就让这一盘棋又被迫向后拖延。而且大陆这一次对高市这个表态的定性非常的严峻这几天大陆的官方媒体都说，这是2战结束以来首次有日本的在任首相暗示说日本可能武力来介入台海的问题。那大陆对他的定性就是说，这是对中国的首度由日本首相提出的一次武力的威胁，是一个战败国对于2战战果的一个要来进行颠覆或来对这个秩序进行翻转的一个危险的尝试。那甚至有一些大陆的外交官或者是一些媒体甚至引用了联合国的所谓的敌国条款就是说在联合国里面，其实还在联合国宪章当中，其实还是把当年1945年战胜国跟战败国的权力地位是有划分的是有划分的。那甚至拿出这个东西来警告日本，就说如果日本有什么这个不轨的话，那中国大陆甚至是可以绕过安理会来进行单边的行动。那这一次刚刚也讲到美国为什么川普这么安静当然我非常同意郭老师说的，川普在等一个更好的入场时机来解双方与倒悬。但更重要的是，其实日本这次的做法其实是有点尾巴咬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 junior partner， 作为一个比较小的盟友，他比美国还提早战略清晰美国至少在川普任内掰回了拜登几次这个用口头说，因为美国要去防卫台湾，
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对做这样的表态，回到了美国原本的立场，从来不说如果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怎么做，反而是日本这个美日同盟中的这个比较小的伙伴自己跳出来说，那如果存立事态发生的话，那日本要有可能来派出这个自卫队来军事介入，那这当然让中国大陆非常的警惕啊，所以有可能也采取了一个所谓的露头就打的战略。当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我又杀鸡甘用牛刀来让日本的国内外来警醒到你这个发言跟这个态度是非常危险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张云婷将军。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谈到就有关台湾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大陆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我认为他会是重点在钓鱼台海域。我认为他会有3个征候，第一个，他可能以后对钓鱼台的这种战术巡航，他可能频次会增加了。就是说以前的时候，1个月到2个月才一次，那现在几乎每个月来一次，他就战术巡航，通过钓鱼台这个8个岛屿之间，在这个海域之中做战术巡航。第二个呢，他将来会不会比较跟这个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在黄岩岛的问题？他搞不好将来会不会有一天，他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宣布钓鱼台是国家海洋保护区？因为现在黄岩岛就是国家海洋保护区啊，他就变成他的国内法在执法啊，这个是中国大陆的领土哦，是国家海洋保护哦，在附近的这渔捞或者是捕获，可能要经过中国大陆的某一些方面的许可。为什么？这个就感觉到有点落实钓鱼台主权在中国大陆的控领之下，这个不要。第3个，我认为是不是以后在选适当时机啊，中国大陆的海军啊，在钓鱼台这个附近的海域啊，实施升旗典礼。他就在那边在船上就实施升旗典礼。为什么？就在钓鱼台的海域，在12海里之内，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因为我们知道军舰也是国土的延伸，他这样子找个元旦或者找一个他的特别的日子，在这边举行升旗典礼，这样对这个中国大陆非常会做文宣，对世界做昭告。会这个状况哦，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对钓鱼台的实质上的控领会随着刚好利用这一次，他慢慢就是把它高调，把它用出来，把它提出来。因为平常你提就好像也要找个原因，找个理由啊。那现在高市早苗刚好送了一个原因给你啊，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他会来炒作。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长航程的无人机，它会到钓鱼台海域的上空出没。那这样的话更对钓鱼台实质上面的就军事上的活动啊，就慢慢具体化了，从海面上的活动变成立体的空间上的活动也来做搭配。我认为中国大陆会这样来走。那我们来看看，那川普卖什么药呢？我认为川普是最大获利者，让子弹飞一下吧。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跟日本这波紧张的关系升高之后啊，日本就要买单了。为买什么单？军售武器啊，你这个够不够啊？你跟中国大陆军力那么强，你是不是要买一点东西啊？因为中国大陆的对日本的这方面军力上面的压力增强，日本就要向美国去买单，那赚的钱的是美国人，所以川普到现在是会在一种静态的姿势，把这个时间向后做递延，获取更大的这个军售的商机。我认为川普在这一方面是最大的获利者。好，说到这个军售的状况，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正是这个杜拜航展的第一天哦，哇，中国也在这个航展当中来大放异彩哦。首先呢是这个 C919 飞机是首次在中东地区来进行展示，那此次呢有2架 C919 飞机以及一辆 C909 公务机组团亮相，另外呢还有这个1:1模型的翼龙 X 无人机，这个呢也是翼龙 X 首次的在境外航展上面来进行静态展示的哦。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国产的明星教练机 L15， 它呢甚至是在杜拜的上空啊，哇塞，来画出了一个爱心哦，非常的厉害。那呢编队呢是完成了名为这个阿联酋基因链等多个特技动作之后，就在天空中呢来画出了这样子这个巨大爱心。好，另外呢，这个阿联酋空军的骑士飞行表演队呢，也是驾驶这个 L15高教机来惊艳的亮相。好，除了这个军用之外啊，低空经济也是无人机的一大重点。这个联合飞机呢，就在中东地区
落地无人机的送餐服务。哇，那除此之外呢，哇，中国的机器人当然也是一个重点了。现在这个中东土豪们就买了很多的机器人，在头上还戴起了头巾，跳起了舞。这个是来自中国科技公司加速进化的机器人，与当地人一起表演阿联酋地区的一种传统舞蹈棍子舞阿雅拉舞。好，说到了中东啊，现在呢，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也即将要去访问美国了，美国也是重礼来迎接哦。这个是美国陆军呢，为了要来迎接18日沙国的王储即将去访问来见川普，因此进行了一个史诗级的彩排哦。美国陆军呢在草坪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表演，鸣放巨型火炮，还伴随烟雾旗帜的挥舞，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而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沙国呢？其实纽时就报道了，说是川普集团有意在沙国一件大型国有房地产开发案中去分一杯羹因此呢，未来沙国可能会出现这个川普品牌地产开发案哦。但是怎么样呢？其实沙烏地阿拉伯的主权基金呢，是最近是在减持美国股票的哦。这个持股呢降至近1年来的最低哦，像是这个2023年的第3季度内呢，就减持了对美国股票的持有，尤其是近10家美国公司的股份，导致其投资组合达到了近1年的最低点哦。好，减持美国股票，但是跟中国的关系好像变好了，因为我们来看到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呢是开始对中国来进行正式访问喽。他15日呢应邀前往中国访问，预计呢也会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好，美中之间呢不止在中东上面的外交战，还有经贸战要去竞逐，在这个军事的间谍也是非常的紧张，包括了这个。新的媒体报道说呢，美军的 B-2 轰炸机机队驻扎的这个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公司旁边的一个基地公园呢，它的所有人呢，竟然是一个与中国有关的空壳公司。这个背后呢，是一对华裔的夫妻，因此引发了国安疑虑，议员就要求要彻查。而在南海方面美军呢也临时部署了这个 MQ-9A 的死神无人机到菲律宾，要参与监控中国的行动，要强化美菲同盟在印太地区的态势感知能力。好，而前阵子呢，这个在迷你之后这个失事的 F-18战机，还有 MH-60直升机呢，现在美军也要赶快派救援船去前往打捞，就是很担心这个重要的战机呢可能会被这个其他的国家给打捞走，那么机密可能就会泄露出去了。但是怎么样现在美国对于这个军事成本的开发成本豁免呢是进行了取消哦，因为川普政府已经决定要取消了南韩、日本、澳洲以及北约盟国对于美国军购的武器开发成本豁免。未来这些国家进口美国的武器的话，还必须要去支付庞大的额外费用。看来美国对盟友呢还是一样相当的精打计算的。好，我们就先来请教国政的亮哥，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杜拜航空展中国的军事实力呢？我这个航展主要是中国跟阿联酋签了一个航空科技合作备忘录那这个未来包括人才培训、技术研发，还有基础建设我认为未来C919可能会迈进阿联酋啦，因为它是属于中距离的嘛。那阿拉伯半岛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中距离的客运机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你刚刚这个漏讲那个翼航智能有那个自动驾驶飞行器它有那个载人的演示飞行我认为这个阿联酋也可能会买。那还有那个翼龙 X 那个事实上是大型的无人机啦。这个如果卖给阿联酋，恐怕周边的国家会害怕因为它的作战半径有4000公里它最长飞行是1万公里而且可以它可以发射鱼雷还有对舰的导弹，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作战的无人机啦。它相当大，12米那我认为它也有可能卖给阿联酋。其实中国大陆跟阿联酋的关系超过跟沙烏地的关系啦阿联酋是第一个引进华为的那美国警告阿联酋要放弃华为，不然他不要卖他 F-35
阿联酋不甩美国啊，所以阿联酋后来去买法国的阵风战机，就表示他一定要用华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成为数位货币中心，所以一定要用华为的5G 系统。所以我跟你讲，它的定位其实是蛮清楚的啦。就阿联酋，它要成为阿拉伯这个地区啊的金融中心啊。那未来不管是能源的期货，还有那个数位人民币，杜拜都是中心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刚刚讲到减持美股啊，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惊讶啦。因为美股已经到了高点了嘛。那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主权基金，全部加起来大概有10兆美元啊，那几乎都是买美股啊，所以他们已经在想，大概要拿出1/10要买中国股票，还有房地产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了，就是他开始转移他的资产投资的目标啊。那因为阿拉伯国家都蛮有钱的嘛，而且沙特阿拉伯跟中国还有一段很特殊的历史啊，因为以前重要的武器美国都不卖沙特，因为以色列反对啊，所以沙特阿拉伯就跑去跟中国买东风系列的导弹啊。那连彩虹无人机在沙特阿拉伯都有生产线，所以其实他们合作是蛮密切的啦，啊，那因为他有钱嘛，啊，然后可以帮他做基建的也是中国，比如说帮他盖沙漠铁路啊，这个谁能做？还有他未来，这个是他说的啦，啊，说未来要做 air taxi 啦，那个计程车是在空中飞的，它有一个红海那个地方的一个规划区啊。那中国大陆这个 air taxi 目前也有了，所以啊，这个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跟中国的合作的程度远超过你的想象啊。还有那个在杜拜，还有那个龙城嘛，那个 shopping mall，那中东地区最大的啊，里面通通都是中国的产品。非常的大，现在已经进入第2期了，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不常去阿拉伯啦，所以你难以理解中东地区跟中国大陆不管是军事或经济上的合作的深度啦，啊，那个前几年不是有那个世足赛，那卡达几乎全部都交给中国去处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大概很难理解他们合作的深度啦。我觉得中东大概就是中国打算把它打造成第2个东南亚，就另外一个经济的腹地了。中国大陆会投入蛮多的力量来经营这一块。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到张将军，怎么看这个杜拜航展中国的军力？我们杜拜航展呢是2年1次，都蛮盛大的，这个媒体都会广泛的报道。那这是中国大陆啊，在每次在杜拜航展呢，都会有一些特色，它的这些飞机啊来这边参加航展。我们可以看出，今年的2025的航展，中国大陆我认为它将来它是以取得商业的这些我们讲这些订单为最重要。我们看那个。他派了一架这个C969，然后但是他派了2个C919，我认为他将来卖的是卖C919。C919，他如果是通通是经济型的这个座位的话，可以坐190个。然后他现在有3个C919，价格比较经济。你看现在我们知道波音737老出状况嘛，那现在你要靠法国的这空中巴士，市场也非常有限，他想拿719来取代之。你不买，因为它同一机型的，就是美国的737 MAX 啊，那个出的事情太多了。那中国大陆是不是这个时候趁势而起？所以他这次派2架的C919过去，然后C919它现在是复合材料比较轻，然后呢，因为比较轻，它又把它的这个气动力把它优化，它又比较省油，然后又变成模组化，它的后勤的维修成本又低，那这样竞争性不高。那刚好这次杜拜航展，那就去参加，所以我认为他为了商机，他这一次派了这个C919。然后第2个呢，他也要希望向中东地区，尤其中东地区去卖，你知道这个 L15教练机、高教机、喷射高教机，它最大，你不要看它这高教练机，它速度可以飞到1.4倍音速，然后它中国大陆叫教练10啊，然后现在大家不要忘了，他要做特技表演，知道吧？那现在
阿联酋它的飞机就是用这个我们讲的教练室，就是 L-15。你看它现在在这飞的这个编队，那换句话说，这个 L-15教练室是蛮稳定的，一定它可以做特技飞行，而且它低速的时候啊，在高攻角的状态下，它不会进入螺旋，它蛮稳定的，因为在高攻角失速的状况下，飞机可能不行的时候，它会进入左螺旋或进入右螺旋，是会这个状况。而它在低速状况下很稳定，不进入螺旋，因为重心在前，机头向下掉下来，这样蛮稳定的了，不会进入死亡螺旋呢。那这个飞机很适合做教练，它又是喷射教练机，然后呢又可以作为轻型攻击机。那它因为它喷射的，也可以去做攻击机，也可以做教练机，而可以拿特技飞行表演来看，这个飞机的可靠度跟稳定度，还有可操纵性都是比较好。那现在就刚好来发个爱心给大家看了，然后编队飞行来拉几个跟斗，或者是编队滚啊，或者编队同滚啊，让大家来看一看。你看它是这样，最后来一个炸弹开花给大家看。换言之，它是在这边想要卖就是 L-15，就是教练10的飞机到中东其他地区，为什么便宜？你们大家可以接受吧？你买其他的教练机贵，但是买中国大陆教练机便宜，你要不要？它就是刚好在杜拜航展来秀一个。第三个，我要认为啊，它另外一个是注重的是无人机市场，因为翼龙，因为将来是无人机的天下。你看这是乌克兰战争，无人机的天下啦。那这是大型无人机，大无人机贵，但是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抢占这个市场，所以它这个也把这个翼龙的就做静态展示，不做飞行表演，让大家来看，价格是这个样，性能是这样，你要不要来订单？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在抢占无人机、跟民航机还有教练机的市场。好，接下来请教徐和清老师。看完杜拜航展啊，这个大陆在秀自己的卖家秀，我们可以看一下韩国爆出来这个消息，就说美国要通知南韩政府，就说以后采买美国军武的一次性成本的豁免啊，以后要取消了。这一次性豁免，这个一次性成本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指的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盟国来研发武器跟建立这些专门的生产线的时候所投入的一些初始的启动费用啊，包括研发设计啊，或者是做一些原型跟测试的前期成本。那这个成本通常是一个采购包的一个总的这个总数据的这个5%左右。那过去是都豁免的啊，你这个我就帮你承担了。但最后现在美国川普决定跟大家收费，跟南韩、跟欧盟国家还有北约的盟友都收费。那这其实就反映出了，这个川普上台以后，美国正在从传统的价值型的盟友关系，慢慢转向这种交易型的盟友关系。过去这个美国，包括美国的所有的全球的友盟，常常说我们是 like-minded countries， 我们是这个有共同理念或相近理念的国家。那过去美国认为你们都是我的盟友，那既然你们服务于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外交路线是服务于美式的这个美国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跟美国所定义的国际正义的话，那我们就不用算得那么清楚，我们可以共享情报，你们借我基地用，我提供你武器，甚至我可以在你的国家来帮你轮训这个你的飞行员，轮训你的这个情报，你的科技战、网络战的部队，甚至关系好一点的，我在你的国家设有常驻的武装人员跟武装基地，然后呢，你们这些国家来帮忙美国来牵制甚至对抗美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包括俄罗斯呀、中国大陆啊、朝鲜啊、伊朗啊等等。那在过去的传统情境下，只要你们这些友盟或者是伙伴顶上去，表现得越用力，站队越坚决，美国给的支持就越多。最明显的例子其实是印度啊，大家其实记得，在这个安倍晋三所构思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其实印度在军事、在国际法的定义上不是美国的盟友，他们没有这个攻守同盟的关系。但是呢，印度仍然拿了非常多美国的资源，为什么？就是为了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2023年，莫迪在拜登任内盛大的访问了一次白宫。那个时候的访问的背景，刚好是2020年到21年的这个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啊，大家可能还记得拿着狼牙棒在那个河谷的边境线上，大家互相冲突的余波荡漾的时候，那莫迪那一次去美国就拿了很多的大礼包，美国就承诺要帮助这个印度来发展你的航太工业，要帮助印度培训你的半导体的工程师，甚至当时美国的这个助理防长就说，我们乐见印度在区域中扮演更积极的力量，成为南亚区域的一个安全的出口国。可是川普上台之后，整个逻辑变了。川普从过去美国是世界的警察，变成我是世界的镖局。警察跟镖局或警察跟保全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过去大家警察就你认同我建立的这套制度，我来帮你处理你的问题，我来挺你，那这个我们账可以算的不用那么清楚。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就说，
我可以仍然继续支持你，甚至是我是唯一能支持你的人，因为你要对抗的是中国大陆，你要对抗着俄罗斯。但是对不起，我们这些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支持要明码标价。比如说他告诉欧洲人，乌克兰战争，你们乌克兰战争就是欧洲人自己的战争，你欧洲自己要解决。你欧洲固然可以把你拥有的美制武器送给乌克兰，但对不起，你送完之后你亏空了，你得重新向我买，我不能免费的补给你。那现在对于这个澳洲，对于这个韩国，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啊。所以我们想，这个印度它现在就转了嘛。在暑假的时候，他就到 BRICS 的中国大陆的天津的这个金砖峰会去，然后甚至呢跟这个普京那边见面，就选择了一个比较两面押宝的态势。那相对的，中东我们也看到他在做的也是一点对冲的作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川习会之后啊，美国是不是真的很怕中国大陆会反悔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是美国财长说呢，希望在感恩节敲定与中国的稀土协议，甚至还说啊，如果北京食言的话，会有手段反击哦。他说啊，美国呢会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去进行报复，所以要警告中国别反悔。而除此之外呢，美国的 FBI 局长也说呢，美中两国之间无法100%达到目标，但是至少在这个芬太尼原料的部分呢，中国已经这个承诺会限制了。而大陆的商务部、公安部等部门上周发布了公告，说呢决定要调整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和特定国家的地区目录，将美国啊、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入这个目录里面。好，但是啊，现在两个国家都不希望被掐住脖子，所以现在这个科技难道要来进行脱钩了吗？哇，这是众议院通过了一个限制与大陆科研合作法案，美国这学界就非常忧心了。这个是技术铁幕要提前落下了。这是美国一项名为 SAFE 的法案，引发了学界震动，是恐怕会加剧中美科技战以及科技研究合作的难度。消息一出呢，也马上导致有800名的美国学者去联名抗议哈。这个 SAFE 法案呢，是打算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禁止与美国认定的敌对国那实体有关的科学家来获取联邦资助。所谓的敌对国呢，就包括了中国、俄国，还有朝鲜啊，还有伊朗。好，那现在呢被禁止的活动呢，包括了联合研究，还有合著论文，以及指导敌对国的研究生啊，还有博士后的研究员。而且这个条款是具有追溯效力之哦，意味着啊，这个过去5年，任何有此类互动的科学家都可能会失去联邦资助的资格。而就是因为现在美中的科技脱钩啊，现在中国新创企业的海外融资比重呢，也是比7年减少了约40%。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说，中国的新创企业正逐渐的减少对海外创业投资的依赖，转而更多的是去寻求地方政府的融资，或者呢对这个美中两国科技霸权竞争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而今年前8月啊，中国新创企业从海外筹集的资金额对66亿美元，是在总融资额的10%以上，远低于2018年的50%的比例。不止这个融资的部分啊，留学生也是。中国在美国大学的留学人数是连续5年下滑，2024到2025学年一共有26.59万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留学，比上个学期是减少了4.1%，比2019年到2022学年的峰值呢减少约30%。好，但是川普这么做反而是帮到了中国吗？我们来看到啊，像2019年寒武纪创办人陈天石哦，他与全球顶尖富豪的距离十分的遥远，但是就在美国切断了中国取得尖端技术的途径之后呢，北京要培育本土技术之后，寒武纪的股价在过去24个月是暴涨了超过765%呢。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呢，陈天石是握有公司28%的持股，财富的累积是达到了225亿美元，大约是7167亿台币，已经是全球40岁以下的富豪第3名了。好，科技战的脱钩呢，也导致华为现在要推出的更多的新技术。华为将在21日发布 AI 领域的突破性技术，有望解决算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将 GPU、NPU 等算力资源的利用率呢，从平均的30到40%，一口气提升到70%。这个技术真的是提升的非常快。
好，除了 AI 之外呢，哇，电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啊。现在中国呢允许在内蒙古去放飞世界上最大的风筝来发电哦。好，这是在内蒙古的一个自治区的试验场，一块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也就是11座 NBA 篮球场的这个空力发电这空中风筝。好，这个央视报道呢，这个风筝呢可以通过绳索啊来连接到地面上的发电机，就可以飞到超过300公尺的高空，可以呢比传统的陆上发电专案相比呢，减少95% 的土地使用量，可以减少90% 的钢铁消耗。一个10兆的空中发电系统呢，就可以供给1万多个家庭来使用。哇，这个发电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好，我们来看到呢，美中科技是越脱钩的话，到底是对中国好，还是对美国比较有优势呢？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啊，因为目前中国已经对10月9号那6个公文，还有4月那个管制就暂停1年嘛。可是中国大陆目前还是要制定自己一个最终用途的认证办法啊。那贝森特大概看了快要昏倒了，因为这个保证美国的军工企业拿不到了啊。那中国大陆愿意开放的就是非军工企业，那你那个进口商，你就要注明你的最终用途，那而且还有转让的限制啊，然后这个哪个领域等等等啊，那你只要被我查出来你违约，你就被取消资格啊。这个制度是学美国的啊，美国2007年对于军用技术的出口就是用这个制度，这个叫 VEU 啦啊。就是最终用途的认证制度啊，我觉得贝森特很难反驳了，因为你美国也这样搞啊，那至于这个美国老是让一些不懂科技的人在那边乱搞啊，那最终就把自己搞死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为什么会问题很大？我讲的是 SAFE 啦 ，SAFE 啊，因为它溯及既往5年，对啊，溯及既往5年，你只要跟中国大陆有合作过，那未来你就失去联邦资助的资格。那我跟你讲啊，美国的顶尖大学基本上好几个领域啦，凝态物理学、分子生物学、气候变化的模型，还有这个量子计算，通通都在里面。还有疫苗的研究，因为那个时候新冠疫苗啊，一大堆，通通都中。我就看你怎么去执法，这个就是美国的悲哀在这里了，让一群不懂科技的人在那边乱搞一通啊。那这个法定出来，我看你白宫怎么办啊？那其实我有时候碰到一些中国的网友在问我，我就说你们当然不要去，你如果是学理工的，你最好不要去美国留学了。你毕业之后搞不好就业还会碰到困难啊。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多机构已经规定了，不得聘用中国那个毕业生哦。对啊，已经开始了，签证又难拿，干脆不要去。所以我是觉得学理工的自己想清楚了哦。那这个中国大陆在跟美国陆续脱钩当中，没错。比如说 VC 是最明显的啊，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尽量不要用美国人的钱了。那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自己就有融资的部门啊，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发现有时候会命中啊，大赚一票啊，像宁德时代就是啊，宁德时代他就大赚一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啦，因为中国大陆不缺资金啊，所以这个影响比较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美中科技脱钩了吗？我们来请教徐和清老师。所以刚刚看到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这个放话，就让我想到他之前在跟中国大陆进行贸易谈判中说的一个比喻。他在讲稀土，他说：“我知道你中国大陆呢有这个武器，就像你桌上摆了一把枪之后，我知道你有这个枪，我也知道你有可能用。但是当你真的用起来，拿起来上天空，biang biang开2枪之后，那情况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所以美国其实对中国大陆
高度垄断这个全球的稀土供应啊，这个事情不是新闻，大家已经知道20年、30年了。但是呢，中国大陆这一次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贸易上这个把它武器化，甚至作为这个大家互相对阵的一个工具啊，那其实还是让美国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大家过去讲稀土，可能以为就是说，因为这个开这个稀土矿，它有一个矿场的分布的问题，还有它开矿的污染的问题啊，所以其他国家不太愿意开，所以就剩下过去几十年来就剩中国大陆自己开。但其实不是的，中国大陆这40-50年来啊，从80年代到现在所累积的这个稀土产业的优势，其实一整套的东西，它除了开矿之后呢，你开采之后的冶炼分离的技术，冶炼之后的这个制造金属合金，还有再进一步做成这个磁体材料啊等等的深加工的这些作为啊，这些稀土工业并不是说1天2天就能够做完，或者说美国它忽然拍案而起说我马上要复制一套就能够复制完成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现在是唯一的这个全球在稀土行业上是全链条商业化，而且大规模拥有规模存在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川普在前一阵子访问亚洲的时候啊，其实也非常的要补破网啊，他去跟日本、泰国、印尼、澳大利亚每个国家都签了跟稀土有关的协议，核心呢就是说要保障美国要用的稀土关键原物料，以及大家促进资讯还有这个技术的交换，一起来投资研究，把中国大陆所这个垄断的这个从冶炼、分离、深加工、合金制造、磁体全部要来慢慢补上。那当然了，这个补上也并非朝夕之功啊，所以大陆其实从2017年、18年，上次也说过，大陆是跟全球目前最有经验跟美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的国家。那所以在面对 AI 这件事情上呢，也打了很多年。AI 晶片这件事情上，从2022年开始，其实美国就不断的加大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 AI 的这个断供 ，AI 晶片的断供，它的一个呢是第一个小目标是不要让大陆制造出高算力、高性能的 AI 晶片。第二个目标是让大陆没有办法用高性能的晶片去模仿它的这个去算自己的做出自己的 AI 模型。但是现在寒武纪就成了在这种逼迫倒逼之下没有办法。寒武纪一开始靠台积电，但台积电把它断供之后，它只好自己做。现在它就成为了中国大陆唯一的规模化量产 AI 芯片的公司，股价甚至超过了宁德时代跟茅台，变成大家叫它韩王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中科技战之下呢，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吗？请教张延廷将军。这个美中的话，先打这个贸易战，贸易战完毕之后科技战，科技战完毕之后啊，变成学术较量。那学术较量，那我们先来看中国大陆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还保持在这26万多人，也算是有一定的这个数量。因为台湾大概每一年到美国的留学生大概是23000人，大概中国大陆的1/13是这个样。然后现在为什么我认为将来这个趋势啊，中国大陆留学生到美国会慢慢下降，因为中国大陆现在985重点大学啊，总共39所，那每一年录取的人数啊21万人，这些都是领先大学跟顶尖领先2所嘛，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嘛，这是领先大学，再来其他的37所是顶尖大学。那它这个顶尖大学在世界上都有排名的，而且排名是前段。你要考进这些的话，大概 PR 只要98，就100个人里面你要赢98个人，你只能赢1，你自己算进去，那你就一个人能够跟你并驾齐驱，是这个样。然后第二个，美国的学费贵，美国在你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每一年大概租房子、大概吃衣住行加学费啊，100万台币，你读个硕士2年200万台币没有了，那在中国大陆嘛，所以大家就不出去。那第三个呢？就业受限，现在美国不友善。对，那以前跟着留来最多的，现在毕业之后，请你回大陆，那干嘛去留学啊？对啊，留在自己的中国大陆读书就好，而且在中国大陆读书。